不是吧？我妈给我找的相亲对象质量居然这么高，还……丫头，这儿哦，我是你的相亲对象朱大长啊！什么？你看我找的这地儿还不错吧？有吃有喝，还凉快。来，哎，不用，还真是有吃有喝呢。冒昧的问一下，您今年多大了？男人40一枝花，我离2枝花差半枝，不多不少，刚好60。哎呦，什么？不好意思。要不是我那几个媳妇死得早啊！等等，那几个？是啊，我命硬，我已经克死了5个媳妇了。哦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保你不会被克。这怎么保啊？我呀，给你买耐克。那行，到时候你记得给我3个孩子各买1双。什么？你生过孩子？是啊，我妈没告诉你吗？居然是个被人玩过的货色，真晦气！呸！哼！急！现在立刻城北大厦3楼找女生带相亲。城北大厦，那不就在附近吗？要求搞砸，酬劳1万。1万？有了这1万，我设计要用的材料钱就有着落了。我能接。总裁，今天的相亲你可不能再敷衍了。我听说2少那边已经相亲了10几家千金了，要是被他先抢到那20%的股份，老爷和夫人留下的财产可就……山海浮沉，各凭本事。真股份的入场券随时都有，不过提前说好，我的游戏规则是输家永不上桌。可我担心您的病。放心吧，阎王爷暂时不收，倒是你把玄人的心给我收收就行了。总裁，到了。都过去好几年了，总裁还是一碰到女人就头晕，看东西也变黑白。老天保佑，今天来个总裁不过敏的女人吧。你就是那个今天跟我相亲的人，我丑话说在前头啊，想跟我结婚，彩礼必须1个亿，这3金啊必须要3金，生了孩子跟我姓，跟你姓嘛也行，得加钱。我加的钱，取1万个你都不是问题，倒是你开价之前得先学会评估一下买家的身份。
季氏集团执行总裁季延州。怎么会是他？你怎么没跟我说你的相亲对象是季氏集团的总裁呀？我怎么能想到你的相亲对象会是我老板啊？要是被发现，不管了，36计，走为上策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先生你，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到底是我的命好了，还是因为碰到的那人是他？不好意思啊，冒犯了。倒计时开始，3，看东西没变黑白，2，头也不语，1，倒计时结束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跟我去趟民政局，我要跟你结婚。什么？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瞎了眼的帅哥呢？彩礼给你1个亿，3金给你3金，剩下来的孩子也跟你姓。哎呦，生不出了！我给我前男友生了3个了，医生说我元气大伤，这辈子都不能再生育了。没关系，以后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。可他们不想管你叫爹。我谈判通常会给对方3次机会，逃跑也只会给1个。很不幸，你的机会没有了。如果你再跑的话，你猜结婚戒指和破产通知书哪个会先寄到你家？帅哥，你家里还有啥兄弟吗？能介绍一个给我不？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总裁，怎么就您一个人？您的相亲对象呢？跑了。哎呀，老爷子可说了，谁先结婚谁就可以拿到20%的股份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想办法帮你找一个合适的相亲对象。取消接下来的所有相亲安排。既然这具身体认定他是唯一的抗体，那就只有他能帮我解决所有难题了。站住！赔钱货，老娘找遍了10里8乡，才找着这么一个愿意出20万彩礼的，你还跟老娘杠？你冷静点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冷静！我打死你！妈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交齐欧洲游的那20万呢？我们班就剩我没交了，你可别让我丢人啊！你这么急着把我嫁给那个克死过5个老婆的60岁老头，就是为了凑钱让他出国去旅游吗？你以为呢？我养了你20多年，不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？我告诉你，待会你就给我上朱家登门道歉。那20万彩礼钱我已经收了，这人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妈，其实我挺谢谢你的，
这大白天的，你这丫头说什么梦话呢？谢谢你这些年没有给我买过什么，所以我没有行李要收拾。也谢谢你把我拦在路上，连家都回不了。所以，我想跑就能跑。天赐，20万跑了，快追啊！江湖救急！喂，老朱，这2尺红布头可以来把你媳妇儿绑回去入洞房了。老天爷都在帮我们天赐，20万到手了，我看未必。夏夏，快！不好，这死丫头要跑，快追啊！追！去你的，快追啊！这几天你就住我那儿，你妈绝对找不着。那总裁那边呢？要是被他认出来，我就惨了。大不了就辞职呗，外面多的是好工作。可我就想待在季总身边。工作？哦，差点忘了，当年你妈不肯给学费，是季总给咱学校发了一批助学金。是啊，要是没有他，我恐怕连大学都上不了。放宽心，季氏集团光咱这一个部门就有几千号人呢，更何况你还化了妆，季总绝对找不到你。总裁，终于找到了。晚了3分钟。嘿嘿，总裁，我找到了那户原本该跟你相亲的千金，他都交代了。他说替他相亲的女孩是在兼职群找的，他也没见过本人，对方用的是小号。这是账号。继续暗中追查，就算把整个事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这个女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另外，这是设计部刚刚交上来的方案。现在立刻给我把写这个方案的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总裁有请。什么？总裁，您找我？这个方案是你做的？是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种，这是一种布料的花纹，这次设计要用到，我就做了个标记。写的不错，去忙吧。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总裁发现方案是你帮我写的了，幸好不是。我去趟厕所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上次开大会，我是设计部的新人代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剑夏。正好找你有事。公司为了选拔海外负责人举办的设计大赛出结果了，但是高层发现2份一模一样的稿件，一份署名江新月，一份署名沈剑夏，二位有必要给总裁一个解释。总裁，这点小事还惊动您了。沈殿下，
你因为涉嫌抄袭被开除了，别带。白主管，你凭什么肯定是我抄的江心月，而不是江心月抄的我？凭什么？就凭他身后的江家。就是江家这么多人脉，干嘛要抄沈剑夏的？是啊，我看80%是沈剑夏抄袭了别人的，还反咬一口呢。他今天敢偷我的设计，明天就敢偷你们的，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季氏集团。对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安静！我才一段时间没来设计部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当家做主了？季氏集团不信靠山，不信背景，只信证据。你们谁能拿得出证据？沈剑夏，你现在给我低头认错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。这人穷啊，命就是贱。你上回我抄你，你就没办法自证，这回还是乖乖吃下这个哑巴亏吧。你上回给我上的这一课，现在是时候检验教学成果了。你少在这儿给我虚张声势，就连证据都被我销毁了。难不成你裙子上写你名字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这裙子上还真写了我的名字哦。不可能！还有谁不信这是我的设计，就请仔细看看裙摆处。裙摆怎么了？这不就是个花纹吗？等等，这好像不是普通的花纹，更像是字。字？这写的啥呀？这也认不出啊。这叫鸟虫书，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。我的设计灵感源自于花鸟画，所以特意用鸟虫书代替了传统花纹。沈剑夏，别以为把我的设计思路复述一遍就成你的了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你要不要仔细看看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？我找到了一个字库，只要上传图片，就能把各种古字体转化成现代字体。那你快试试。出来了，这上面写的是……天哪，写的居然是这个！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？音乐，你还是自己过来看看吧。沈剑夏，别告诉我你想说你也叫沈剑夏。他还挺聪明的。总裁，没见你这么夸过一个女孩子呢。自从上回被你偷走设计稿后，我就学会了将我的名字融入设计当中，这样就谁也偷不走啦。谢谢你啊，江老师。沈剑夏，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？我咄咄逼人？白主管，你未经调查就擅自开除我，不算咄咄逼人。江心月偷走我的设计，还倒打一耙，还不算咄咄逼人。我只是阐述事实，就叫咄咄逼人了。沈小姐，你该收拾工位了。哼，沈剑夏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我们家和延州哥哥家是世交，他是不可能开除我的。我们江家3代用钞票垒起来的黄金塔，就是用来打压你们这些不知所谓的蝼蚁的。我们江家3代用钞票垒起来的黄金塔，就是用来打压你们这些不知所谓的蝼蚁的。你收拾一下工位，负责人不做普通职工区域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任命沈剑夏女士为本次项目的负责人。什么？至于你，你被开除了。江小姐，您可以收拾东西离开了。其他人都散了吧。沈小姐，这是您作为负责人的身份名牌。谢谢。你的雇主全部交代了，上次你逃跑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了，速来季氏集团楼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您有一条新的好友申请。
您有一条新的好友申请。夏夏啊，咱俩刚才拿错手机了，快把我的给我，有客户要加我呢。给你。吓死我了！季总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冒充您的相亲对象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吧。放过你也可以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和我结婚。季总，您还是别开玩笑了。我从不开玩笑，你替人相亲不就是要钱吗？我可以给你更多。原来我在他心目中就是这种女人。我是需要钱，但我也不是什么钱都赚的。狐狸精，让你勾引延州哥哥！化这么浓的妆，等我亲自来卸啊！沈剑夏，怎么是你？从来没人敢当着我面逃跑之后，又躲回我的眼皮子底下。你是第一个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交流一下你的心得？我不准说没有啊！我堂堂季氏集团总裁，被员工耍得团团转，你说我是不是该讨点补偿呢？不可以，不可以什么？就擦擦脸吧，别着凉了。我刚刚都在脑补些什么呀？不过奇怪，你刚刚闭眼干什么？是在想？在想怎么为公司效力。谢谢。彩礼最少1个亿，3金至少要3金，生了孩子跟你姓。季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你打算怎么补偿我？大不了我离开季氏集团就是了。谁说要你走了？你们不打算开了我？我不仅不打算开你，我还要给你升职。你看看，总裁夫人这个位置，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？你看看，总裁夫人这个位置，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？你别太激动啊！
季总，这种玩笑开一次就够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那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？你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想娶我。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谁不想娶呢？那我考虑一下。那你尽快，因为我现在急缺一位总裁夫人。大家早呀！夏夏，你赶紧看看吧，你负责的作品被我们对手谢氏集团抢先发布了，现在大家都怀疑是你泄露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最棘手的是，现在海外集团决定跟谢氏合作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沈殿下，经过调查，泄露公司设计稿的 IP 是从你这台电脑发出来的。现在公司决定对你进行开除处理。我不接受，我申请复审。你说复审就复审，你以为你是总裁夫人啊？要复审，让总裁批准去。我批准了。你有意见吗？沈殿下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确实还需要深入调查。我季延州替他担保。你替他担保？我看你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今天季氏股份暴跌20%，这个项目是你极力推进的，你是不是应该引咎辞职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女人我开定了。没到最后一刻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最后一刻，哈哈哈哈！还有2天时间，你能在2天时间内给我变出一份超越原稿的稿件吗？你能吗？如果我说我能呢？就凭你一个在季氏集团讨饭吃的穷鬼，我凭什么给你机会？凭我相信他的本领。如果他2天之后交不出合格的设计稿，我季延州辞去总裁一职。2天就2天，我就等着2天后你怎么从总裁办公室里滚出来的。季总，其实你不需要为我做到这个程度的。工作没了，我可以再找。对，我的工作没了，也可以再找。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你是总裁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职员。沈殿下，你的梦想并不低人一等，在我心里，你的工作和我的一样重要。去忙吧，别担心了。好。总裁，你怎么能用卸任一事做赌注呢？这可是去世的老爷和夫人留下的唯一产业了。覆水难收，你不用劝我了。您平常也不像这么冲动的人，怎么一碰到沈小姐，就跟个毛头小子一样？这不是你该管的事，我只是相信他，绝对不是泄露机密的那个人。只是信任也够了，季延州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唉，怎么了？没灵感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吃完夜宵再赶工。唉，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啊？2天都过去一半了，说不定吃完这顿我就要上路了。一顿宵夜被你说的像断头饭一样，哪有那么夸张？你都1天没吃饭了，别饿出胃病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别饿出胃病。不是这句。你1天都没有吃饭了。哎，也不是这句。啊？一顿夜宵被你说的像断头饭一样。对，就是这句。
赶紧吃饭吧。经过评议，高层一致认为，谢氏集团的设计最优秀。但是，怎么还有但是啊？谁知道呢？但是总部经过评议确定，季氏集团的设计更加符合本次项目，所以本次获胜者是季氏集团。我不服！最好的不就是最符合的吗？凭什么你选他们？看来谢总并没有深入了解本次项目。对了，季总，我听说海外集团本要跟谢氏签合同了，你们是怎么做到起死回生拿下这次合作的？是啊，给我们讲讲吧。各位过奖了，最大功臣不是我，而是我旁边的这位设计师沈剑夏女士。沈大设计师，给大家讲讲吧。我吗？总裁夫人，以后你代替我发言的时刻还多着呢，提前适应一下。起初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完成第一版设计。第一版设计的亮点在于裙摆处点缀了大量山茶花，可谁知就在前几天，这版设计稿被人给偷了。一开始我的确束手无策，要在2天之内完成一份超越第一版的设计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是季总的一句话提醒了我，一顿夜宵被你说的像断头饭一样。对，就是这句。我突然想起，山茶花掉落时是连着花萼整朵掉落，所以它的别名又叫做断头花。鉴于本次产品主要销往海外，于是我就查了一下，发现当地人把断头花视为不吉利的象征，并不喜欢这种花，所以第一版设计虽好，但并不适合海外。可惜啊，偷我设计稿的那家公司，从上到下竟没有一个人发现了这种事情。谢老板，你说对吗？老板不好了，合作失败，我们提前生产的服装全部报废了，现在公司全是要债的。你个废物！偷设计稿卖给老子的时候说一定能成，老子给你1个亿还清赌债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你给我出来！沈小姐，你可真是年轻有为，季总给你开多少，我愿意出3倍。沈小姐，你应该仔细阅读了你的升职公告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公告第9条，若未经允许离开我的半径范围，整个设计圈都会受到总裁夫人的通缉令。哎呦！走这么急干嘛？我这不是想追上总裁您的步伐吗？你不用追，我会留在原地等你，所以嫁给我好不好？总裁，哎呦我去！总裁，全国新锐设计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沈小姐入选了，这是主办方寄来的相关资料。真的吗？对了，沈小姐，你刚才和总裁在干嘛呢？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哎呀，这地怎么有些脏了呀？阿姨啊，回头把地拖一下啊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有没有兴趣和我做个交易？有话直说。只要你退出新锐设计大赛，什么奖你随便开。感谢您的赏识，但我没兴趣。哎，年轻人说话别太满，你再好好考虑。
等你消息。这些年攒的钱正好可以凑够材料费，终于可以把那张设计稿做成成品去参赛了。找你可真难啊！你来干什么？夏夏，你现在成大设计师了，真给妈长脸啊！有话直说。这成了大设计师，想必赚的也不少吧？这不，你弟要去实习了，挤地铁太累，妈寻思着给他买辆车。嘿，你这当姐姐的，是不是该赞助点？你让他随便找个夜场，两腿一叉，钱就进口袋里了，还用得着找家里要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这是我第一次出去实习的时候，你跟我说的原话。当时行了行了，我今天来不是替你卖惨的，20万，赶紧给钱！20万？我哪来那么多钱？不给是吧？哎呦，大家快来看呐！我辛苦养大的女儿，有钱就不认我这个当妈的了呀！起来，快来看呐！行了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筹钱吧。还是今天下午这见，我警告你，少给我耍花招！呸！进。怎么了？季总，我要退出这次比赛。为什么？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参加了而已。季总，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所以你之前说的想追上我都是假的吗？玩笑话，忘了吧。延州哥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知道沈殿下突然不参加设计大赛的真相。我亲眼看到谢老板收买了沈殿下，说只要他退出设计大赛，价钱任他开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季总，您真的相信江小姐说的沈小姐的为人吗？你是不是想去非洲锻炼锻炼？江心月嘴里的话能信吗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您现在对沈小姐的上心程度，不像只把她当做应付结婚的工具人呀。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找个商场买礼物，要那种能哄女孩子开心。给钱啊！我这些年的积蓄都在这儿了。从此我们恩断义绝。哎，好女儿，什么恩断义绝呀？你弟还没毕业呢，以后娶媳妇生娃，在大城市安家，买房落户，生了娃要人带吧，都少不了你这个做姐姐的帮衬。我这个当妈的，怎么舍得和你断绝来往呢？难怪我之前还这么说他。我从不开玩笑，你替别人相亲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爹，总裁。总裁，沈小姐不告诉你，肯定有她的原因。你现在过去的话，只会让她难堪。你说的对。反正我就把话撂这儿了，别想着用这20万就打发了我。
我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的。我呸！真以为自己是灰太狼了。咱们走吧。喂，谢老板，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是不会背叛季氏的。没了这笔材料费，我拿什么还原这条裙子？拿什么成品去参加比赛？我又有什么资格站在他身边？夏夏，你真给咱们公司长脸，恭喜你呀！啊，恭喜我？恭喜我什么呀？设计大赛的结果啊，你没看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但是我明明退赛了的呀。总裁把你的设计稿捡回来，粘好后还原成了实物，送去参加了比赛。还有，江小姐来过，她在总裁面前说了很多你不好的话。不过，总裁自始至终都是相信你的。总裁人呢？他现在……他怎么了？其实今天是总裁的生日，不过在他8岁那年，父母在赶来为他庆生的路上出了车祸身亡，他就再也没有过生日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我想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把我的设计稿捡回来拿去参赛，谢谢你无条件的信任我，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那你打算怎么报答我？那我请你吃饭吧。一顿饭可满足不了我。那就2顿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别走，能不能陪我一会儿？他现在一定很需要陪伴吧？好，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陪着你。我听金秘书说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以后我陪你过。你放开我！不放！今天寿星最大。Darling, have mercy, have mercy, 'cause I ain't strong. When the fire burns, when the blessed time, I'ma be your love, I'ma be your love. When the crazy world, I'ma be your love. 别怕，
今晚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我让金秘书来接你。哎，你去哪？冲个冷水澡，怎么？你要一起吗？算了，不逗你了。金秘书一会儿就来，礼物记得下次补给我。我把我自己给你当礼物，好不好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就一直叫我赔钱货。18岁那年，我想上设计学院，结果录取通知书被弟弟拿去折纸飞机了。后来我又想，上别的大学也行啊。谁知道我妈不仅不给我钱，还要把我卖给那个老光棍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有个好心人赞助了我一笔钱，那个人叫季延周。季延周，我喜欢你。Call me baby， 天空的主角，要超级的好。Oh Father, forgive me for all my sins. When I meet your eyes, I realize where I play pretend. Call me baby, don't come break down these walls. Don't leave me alone. Call me baby, don't. 醒了？你怎么醒这么早啊？因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又亲？你昨晚还没亲够吗？你都不累的吗？不累啊，要不我证明给你看。好啦好啦，我等下还有个访谈节目要上呢。好吧，那你再让我抱一会儿。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，是最近在设计圈名声大噪的新起之秀沈剑夏。沈小姐好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我们今天还请来了2位神秘嘉宾，或许从他们的口中，我们能认识到一个全新的沈小姐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这2位嘉宾请出来吧。女儿啊，妈知道你怨妈不肯卖血给你买名牌包，所以一直不肯回家。但妈真的很想你啊！想我？是想我早点嫁给一个克死过5个老婆的60岁老头，好给你换彩礼，还是想把我的钱都掏出来给你儿子买房买车？姐，实在不行，我不上学了，我去打工赚钱，给你买名牌包。只求你别再抹黑妈妈了。沈小姐，这是为人子女的态度吗？阿姨，我看啊，就是您从小到大太娇惯她了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不惯着她，那还惯着谁呀？姐，你看，妈一大早赶去海鲜市场，就为了给你包你最爱吃的海鲜粥。我从不吃海鲜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囊，老娘豁出去。夏夏，这是妈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还有你弟做兼职挣的，凑在一起一共20万，这些钱都给你了。我只求你有时间能回家看看妈妈，好不好？你攒的？我先进中场休息一下。
快来快来，这个白眼狼就在这儿，曝光他曝光他！沈小姐，您为什么要如此苛待您的母亲？老娘找遍了十里八乡，才找着这么一个愿意出20万彩礼的，你还跟老娘搞砸了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沈小姐，为人子女，您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吗？你以为呢？我养了你20多年，不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？沈小姐，您不觉得自己也有为孝道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撂这，别想着用这20万就打发了我，我一定还会再回来找你的。别怕。总裁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将这群记者以及他隶属的公司全都记录下来了。新闻的第一要义便是求实。你们今天未经允许将我的人逼到此等绝境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金秘书，今天唯独沈殿下的这群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我要让他们在记者圈混不下去。还有这档节目，我觉得没有开下去的必要了。是，你这在仗势欺人！仗势欺人。金秘书在，这个人给我下全行业封杀令，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准录用他，上至崤山以北，下至江水以南，我让他找不到一份工作，这就是欺负我纪延州的人的下场，这才叫仗势欺人。等我。别走。乖，我去给你拿条毛巾擦擦脸。我不要毛巾，我就要你陪我。看来你已经完全领悟总裁夫人的使命了。什么？对总裁呼来喝去，颐指气使。那你可以不听啊。我甘之如饴啊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会过来？我看到了直播。你那样威胁那群记者，他们会不会到时候造你的谣怎么办？你也太小看你的男人了，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，欺负我纪延州的女人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妈不爱我，是因为我不够好。于是我拼命的做家务，拼命挣钱给家里，拼命的考试得第一。直到现在遇见你，我才知道，原来真正的爱是不需要拿利益去交换的。以后你就好好的接受我对你的好，不要再拿什么东西来交换了，知道吗？你肚子饿不饿？我买你最爱吃的小蛋糕。好。啊，甜吗？明明挺甜的呀。因为我吃过比这更甜的东西。什么呀？现在知道了吗？那你可要少吃点，不然小心长蛀牙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长个蛀牙算什么？哎，蛋糕还没吃呢。哎，来得正好，我正想去找你们。奇怪，这死丫头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？姐姐，你现在可是公众人物了，掏100万买个亲近，不算贵吧？我1分钱都不会掏。那就别怪弟弟我没提醒你了。
大家快来看呐，这就是那个寄养母亲的白眼狼设计师。这段时间的传闻，想必大家有所耳闻。我沈剑夏在此正式澄清，我母亲还有我弟弟所说的话均为谎言。这里头是我这些年的兼职记录，还有向家里的转账记录，并且附带医院出具的海鲜过敏证明，每一笔均可查证。我相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。那节目我看了，这大妈给女儿送海鲜粥，还说女儿最爱喝，真疼女儿的话，怎么会不知道女儿海鲜过敏呢？怪不得这两俩一看珠圆玉润的，哪里像过苦日子的人呢？倒是这小姑娘看起来弱不禁风的。吸女儿血养儿子，看女儿出息了又来闹事，真不要脸！走走走，快走！时装周给你配好的模特到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延州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认识啊？以前的校友，不熟。不熟？你的病？向你介绍一下，他是季氏集团首批设计师，也是未来的总裁夫人沈剑夏。你说什么？合作方的电话，我去接一下。去吧。你以前也是这样看我的。你也知道是以前。温小姐也是国外进修回来的高材生，不用我给你解释以前二字的含义了吧？以前就是过去，过去了就都是往事，往事就别再提了。我不信你真的把我忘了，我知道你还怨我，可是我那是……我不怨你了。你真的不怨我了吗？怨的前提是得在意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情绪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夏夏，这件事我觉得不能瞒着你了。其实，喂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夏夏，我临时有个会议要参加，我先去趟晨曦。那你快去。沈小姐，有空吗？温小姐。沈小姐，真不好意思，临时叫你来商量妆造。没事，我正好有空。哇，温小姐，像你这么漂亮的人，一定很多人追吧？确实有，可惜我心里只有我的初恋。那你的初恋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。的确，我记得有一次受了伤，生怕会留疤，他为了给我祈福，四处捐款，还资助了一批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。看来温小姐的初恋真的很好。后来我们出了车祸，他为了救我，还患上了后遗症。他真的很爱你啊。那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？他被别的女人抢走了。这样啊。我相信温小姐迟早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可是我就要这个男人怎么办？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说说你吧，沈小姐，你和延州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才刚在一起，不着急的。他果然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好办了。看来沈小姐还不了解季家内部的斗争啊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季老爷子几个月前放了话，哪个孙子最先结婚，就把手上的股份给他。延州只有拿到这些股份，才能坐稳总裁的位置。
哦，沈小姐，我不是说严州是为了股份才跟你在一起的，毕竟你治好了他的病，他应该比谁都珍惜你吧？什么病？你不知道吗？严州只要碰到女人就会发晕，视力也会短暂的变成黑白。可是他碰到我并没有。他为了给我祈福，四处捐款，还资助了一批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。难道我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吗？没错，是因为我。当年我出国后，严州伤心过度，就患上了后遗症，而你的出现恰好填补这个缺陷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太傻。你不要听温南之胡说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过去，为什么我们整段感情里都掺杂着你跟温南之的过去？我喜欢上你的开端，是因为你要替他祈福，你要找我结婚，也是因为我能够治愈你因为他而患上的后遗症。就连这些伤人的真相，我也要从他嘴里才能够得知。可是，这明明是我们之间的感情啊！是啊，这是我们的感情。这一路陪我走来的人，是你啊。我和你走的路，是因为温南之离开你以后，你走的岔路。现在他回来了，这些错误也是时候纠正了。不，别跟着我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喂，夏夏，妈求求你了。夏夏，你弟弟出车祸等着输血呢，只有你的血型和他匹配呀。把医院地址发我。我不是去医院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迷药一抹，绳子一绑，就到这儿了呗。你不是出车祸了吗？妈随便编了个理由，你还真信呢？你把我绑过来做什么？你说我们从哪里开始比较好呢？温小姐，友情提示你，我姐从小被我妈打习惯了，扇她脸扎她手这些对她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啊。是吗？那我们就撤掉这些前菜，直接上正餐好了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？你最恨的人不应该是我吗？恨你？不，我是爱你。只要沈殿下消失，你是会回到我身边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放下他，一切都能回到从前。我的钱包至今还装着你的相片，我记忆中的你始终都是那个善良的女孩。不信，你就打开看看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联系不上你，于是追踪了你的手机信号。沈殿下，你给我听好了，
我是因为爱你才想娶你，不是因为想要股份，更不是想靠你治病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误会你。道歉的话说给阎王去听吧。接招！接招！总裁，后续都处理好了，除了淘宝时出车祸的沈天子、文南志等人都已交给警方处理了，以及沈剑夏呢？他人怎么不见了？这个总裁，昨天老爷子来过了，冲沈小姐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。什么？沈剑夏，沈剑夏，沈剑夏，总裁，您的病。沈剑夏，沈剑夏，你要是不爱我了，你就继续跑。季延州，今天我就让你尝尝硫酸的滋味儿。小心！你傻！金秘书，赶紧挂急诊科！哎，等等，这个水好像是甜的哎。哈哈哈哈哈！丫头啊，你通过我的考验了。以后你和延州的事，我不会再阻拦了。爷爷，你吓到他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哼，好赖不分。要不是我，你还不知道这丫头有多爱你吧？幸好是假的，你以后不准再这样了，知不知道？你还说我呢？你不也是？等等，什么？万一好了，你要跑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不会的啦。不行不行，我要马上娶你。可是你现在伤还没有完全好啊，去不了民政局。你总不可能把民政局搬到医院里来吧？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金秘书，在，把民政局搬过来。好。I want you, I need you.